今天这个影片我们会给大家讲一下去美元化最新的进展 ，AI 的股票，例如 NVIDIA， 还有现在港股还能买吗？那在现在这样复杂的大环境之下，你一定要把这个影片看到最后，不然的话你很有可能会输大钱。爸爸，最近马来西亚听说就要加入金砖5国，这对投资有什么影响呢？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是影响深远的啊。首先，我们来科普一下金砖5国是什么。其实金砖5国原来只有4个国家，分别是 B Brazil、R Russia、I India 和 C China。那它的发音 break 像英文的砖头，所以刚开始是金砖4国，后来加入了南非，所以变成了 BRICS， 好像是砖头多了一块，所以复数加了一个 S。那到今天呢，已经有10个国家了，包括有伊朗、Saudi Arabia 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再加上 Russia， 这都是石油输出的大国，而且成员国中国和印度亦是最大的石油进口国。那我们上次讲到美元，其中一个作为世界货币的原因就是石油美元，人家需要美元来购买石油。但是随着俄罗斯、伊朗、阿拉伯这些国家加入了 BRICS 之后，其中一个 BRICS 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它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不再通过美元，这个是去美元化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所以随着金砖的国家越来越多，到现在总共有超过30多个国家在申请想加入。那随着这些金砖国家的数目越来越增加的话，他们之间的贸易如果都是去美元化，那美元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就会越来越低了。之前我们做过视频讲去美元化，当时还有很多的网友在质疑，其实这个事情已经在慢慢的发生了，虽然没有到达爆破的崩盘的那一天，但是大家也要重视，因为这个崩盘要不就不发生，但是如果一旦发生的话，会是一个悬崖式的发生，而对投资、生活和我们手上的钞票影响都是非常的巨大的。所以还是重复那一点，虽然现在发生的几率还是相对小的，但是我们距离那个崩盘的日子又迈进了一点，我们还是提前做好风险的管理。说到风险管理， NVIDIA 最近有调整哦，跌了好几个 percent 了。 Rich 怎么看 NVIDIA？ 就像你说过一样，我们关注的是一个10倍股的涨幅，也就是1000个 percent。而这个过程当中呢，有7%、10%、20%的调整呢，也是非常的合理和正常的。大家有没有试过曾经把握到了一个10倍股，但是因为你关注在10%、20%的调整而错失了之后的涨幅？如果有的话，你可能就犯了其中一个大众会犯的错误。那激发法呢，它总结了10个大众会犯的错误，总结成了一个60分钟的精华课程。大家还没看的话，记得点进去下面的链接了解更多，因为这个课程是限时免费的。而如果这个免费的课程能够帮助大家避开输钱的话，那是不是价值满满呢？不过呢，自从激发法在2年前讲到 NVIDIA 到现在，已经涨了超过10倍。那还能再涨10倍吗？似乎好像不太可能。所以大家可以学习7趴法的那一套10倍股的投资秘籍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去寻找下一个10倍股，下一个 NVIDIA。不过 Rich， 你记不记得我2年前讲 NVIDIA 的时候，你也是同样的问题啊？你说 NVIDIA 已经涨了这么高了，涨着这么多了，还能涨10倍吗？结果真的涨10倍，你看看 NVIDIA 其实涨了超过100倍以上了啊！当然你要便宜的话，现在的港股是非常非常的便宜，便宜就代表它的分母小，以后涨10倍的机会就会多一点。我们最近看到 Howard Marks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也在说，他一直有关注香港的股票，也是在港股市场里面不断的寻找捞底的机会。 Given that the U.S. is priced highly, a lot of the opportunities for bargains are outside the U.S. Obviously, China is on a lot of people's uninvestable list. That tends to depress its value, and we like to look at things that other people aren't interested in. So China is one good example.
那除了 Howard Marks 之外，其他的机构投资者也是在静悄悄的买货哦。诶，你说他们在买，但是为什么现在港股还没有涨呢？甚至现在好像还在跌啊。那如果大家回看我在1月份给 GMT 上的那一刻，后来我们也在公开的平台分享给大家的那一个视频的话，在那里我讲到，在这个市场里面，除了普罗大众的零售投资者 retail investor 或者我们叫散户韭菜之外，真正最聪明的投资者，我们叫他们做 smart money。Howard Marks 就是 smart money， 聪明的不得了的钱，所以他是其中我们模仿的一位股神。当他还有其他的聪明者在买的时候，那个阶段是叫 stealth phase 隐身阶段，他们不会大锣大鼓的告诉你我在买我在买，结果谁都去买，把那个股价涨上去了。巴菲特在买日本股票的时候，他也是静悄悄的在买，到他全部买完了才告诉大家，这个时候传媒就会大锣大鼓的说巴菲特买日股啦，然后我们在后面一看，日股是涨得非常的高，现在距离巴菲特买入的时候已经是涨了翻那个倍以上了。所以现在 Howard Marks 还有其他的聪明钱买港股的时候，当然是静悄悄，甚至还会有坏的新闻出来。之前我们也看到过，国家队有中国政府影响力的机构投资者也在香港买，结果港股在4月底到5月中的时候是涨了好多，是全世界股票市场里面表现最好的那一个股票市场。当然在那时候我都不敢买了，那国家队或者这些聪明钱要买的话，也不会在那段时间买，所以他们要冷却一下，直到股民又开始担忧了，又开始有坏消息浮现了，大家的焦点放到了怀疑了，最好是又回到了珍惜生命啊，远离港股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大家想象一下，这些聪明钱国家队包括788就会很开心的再买了。我问你了，如果美团回到65块，你会不会很开心啊？如果美团真的跌到65块，那是不是可能真的有些问题在里面啊？布林肯也说过，美国可能会金融制裁中国，因为中国非常靠近俄罗斯。最近美国对俄罗斯的交易所有一些金融上的制裁，结果导致了莫斯科的交易所自己封锁了，不能使用美元和欧元交易外汇和贵金属。那如果有一天美国真的制裁香港的港交所，迫使要把港元和美元脱钩，那香港的股票应该用什么货币来买呢？到时候港股一定会崩盘啊！就算这件事情可能性会很少，但也有这个可能性在啊。投资者也是很害怕这件事情会发生，所以也看到他们也在撤离他们的资金，远离港股。那未来没有发生，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的，这就是所谓的风险了。所以我们要做的是风险管理。那如果港元跟美元要脱钩的话，那不就正是去美元化又迈前了一步吗？那如果美元是失去了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那一个杀伤力要远远比港交所或者港元被制裁更严重啊！未来的确是充满了很多的可能性，不明朗的黑天鹅处处可能都会出现。最坏的可能，就像 Ray Dalio 说的，是第3次世界大战，而他去年提出来，这个最坏的可能发生的几率已经是超越了50%，但也正是 Ray Dalio 说过，战争的时候是买股票最好的时候。当大家都怕的时候，很多这些恐惧已经是反映在股价里了。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要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就算这里爆了那里爆了，只要还有一些鸡蛋剩下来，帮助我们生存过冬，直到灾难过去之后，我们可以重新再来。这个保命保本的资本也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今天我们除了买股票要看未来的增长10倍股等等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是分散投资。那我个人来觉得，我有一部分我的资金会放在美股，我们之前有讲到了 AI 的革命带来了许多的机会，另外一部分会放在港股和中概股，因为现在真的是便宜的不得了。未来如果中国的经济复苏，香港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的话，那现在这些股票真的是打了很大的折扣。另外还有一部分我的资金是放在贵金属、黄金、石油这些稀有的资源，万一美元崩盘了或者世界大战了，那这些都是保命的钱。当然除了股票市场之外，还有一些是房地产的投资，虽然现在香港的房地产可能还要经历一段时间的整固，但是房子长远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好的资产，所以我们要做的还是要做好分散投资，这样来管理财富。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请记得点赞、分享和订阅这个频道，因为我们会将复杂的经济和投资理论简单化的讲解给你听，让你更容易的学习和吸收。那我们下次再见。